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韩国的江陵。这次呢，受到韩国江陵视听跟江陵观光开发公社的邀请，我们要带大家来体验2天1夜的江陵小旅行。酷！我觉得台湾人呢，应该对江陵比较陌生，因为江陵它是位在韩国的东海岸，也就是我们类似我们台湾的花东地区啊，就很像是我们那个台湾的宜兰啊、花莲啊。所以台湾人应该对江陵比较陌生一点点。但是如果提到韩剧的鬼怪，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吧？这里呢就是鬼怪的拍摄地。我们高雄孔刘姍姍来迟了，好不好？我来会一下韩国孔刘啦。尤其江陵这边呢，海鲜非常的有名。这一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景点走一走，美食吃起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带大家 go 咯 ，go！ 从首尔要前往江陵，主要有3种常见的交通方式。第一种是 KTX 高铁，搭乘 KTX 从首尔出发，大约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轻松抵达江陵，速度快，班次多，是3种里面最省时的选择。第二种是长途客运，从首尔的高速巴士客运站出发，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票价相对便宜，车上也非常舒服，对于想省点交通费的人是不错的选择。最后一种是自驾，如果租车自己开，车程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沿途还能欣赏江原道的美丽风景。自驾的好处呢是自由度很高，随时可以停下来探索景点，适合随性旅游的人。我们这次选择的是搭乘客运，首先搭乘地铁到江边站，4号出口出来，对面就是东首尔客运站。因为官网订票要有韩国电话，所以建议你们直接现场买，或是透过酷直接帮你代订，买好票就可以准备上车喽。我们刚刚发现它的自助买票机啊是可以用信用卡的，所以如果你们来没有那么多韩元，或者是你 T-Money 卡里面没有钱，没有关系，你就用信用卡就可以了。我们可是出来玩的人啊。豪华座直接买起来，它豪华座大概是台币600多块左右。这边有时间，还有我们的站的位置，月台位置，现在是27。我们正在找月台，刚刚看的27B 就是这个位置，而且上面的牌子刚好有江陵，所以我猜我们的位置应该是在这边。因为车程比较长，所以中间会让你停一个休息站上厕所，可以顺便体验一下韩国的休息站，蛮有趣的。它这样票价好像只要550，对，刚刷卡记录来了550，超爽长途巴士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中间会停一个休息站。那刚刚司机有跟我们说，就是给你们时间去上一下厕所这样子。现在到了韩国的泰安休息站，恭喜你哦！位置很舒服，睡一个觉，不知不觉就抵达江陵喽。今天要去，你们从高速巴士站下来之后啊，你们就可以到这里这个旅游中心。它里面的 DM， 看一下许先生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DM， 里面是有中文版的，所以呢，各大景点江陵的各大景点，它通通列在这边告诉你。你们就如果不知道或者是没有规划的话，就照着它的景点去走。这边也有美食。江陵这个地方啊，它其实是韩国人假日的时候会想来度假的一个度假胜地。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来慢慢的放松的话，不是像首尔这么急促的一个生活步调的话，你们就可以选择江陵作为一个度假的一个挑选地，蛮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这个中央市场，我们就是要来这个中央市场，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东部市场。这2个市场都是美食的集散地。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这张带着，这张不错，资讯很丰富，而且全中文的。我们位在的地点是江陵的火车站，交叉的。这个江陵的火车站呢，这边有非常多的置物箱，因为我们不想提这2个大行李箱去旅行，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把行李放进去。这个我们选的是特大的置物箱，它是可以放29寸的行李箱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能放1个。费用的话呢是2小时3000块，因为我们遇到刚刚行李箱整个行李柜是满的状况。刚刚问服务人员啊，这个站台的服务人员，他跟我们说，2号出口的左手边这里就有一个行李置放处。这个行李置放处呢，是依照你行李的大小，因为我们刚刚是29寸大的行李箱，它的寄放一次就是5000韩元。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它是5点50、5点半还是5点50？它6点打烊，5点50是最后取件的。啊，这边提供给大家，如果遇到行李柜满的，就可以到2号出口这边，这里行李寄放处很方便。你在看什么地图？我在看美食地图，江陵的美食地图。这个地方呢是江陵的中央市场，它最有名的就是血肠鱿鱼血肠。这个我很想挑战没错，而且它里面呢有一些很厉害的店，像我们在 Map 上面看到的，这个地图上面看到的那个马铃薯面包，我等一下一定要去试试看。我们就直接进去逛喽 ，Go Go Go！ 我们又要挑战韩国的另外一个市场啊！我最喜欢逛市场了。这个市场啊，我觉得它其实蛮看近的。这个就是各大网红来这个市场一定会吃的炸鸡。对不对？可是我看很多人都说好像还好。因为它其实是炸好放在那边的，而且它分量非常大。我觉得再怎么好吃的东西，分量变大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没办法吃了。看一下。我们要观望，我们不可以一开始就决定。你知道我们的胃容量有限，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用掉机会。都是用我的时运在带领我。天哪，我们发现鱿鱼血肠了！这个鱿鱼血肠盘也太多人了吧！老公，你看这里，你们看这边，那是他们的海鲜餐厅吗？每公斤45000块钱。果然是一个海鲜的城市。哇哦，你看那个，好狂哦！它是直接把红鱼晒成干呢。果然是一个海鲜的城市。
请问一下，昨天吃给根，然后今天吃鸡心的用意是什么？我们来韩国是寻鸡之旅，是不是？高雄内脏猎人呢，我来这边都要吃这种在地现煎的，这个鸡心串小吃很少见。鸡心串在台湾很常见吧？你在台湾哪个市场看得到煎鸡心的？超好吃。而且它这样子一串，我们刚刚是5500，对不对？5000块。5000块，它一次就是要买2串，不是我们贪心哦，是一次就是要2串。很好吃，真的，真的很好吃，多好吃！这个好吃的程度就是那种煎到最完美的鸡心，烧烤店煎到最完美的鸡心就是这样。我真的要给大家看，咬一半给大家看，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对，我只能说马西手优啊。马西手优你知道它炭烤味很足之外啊，中间这个是水嫩的鸡心，咬下去还会啵啵啵啵啵啵。推荐大家来吃鸡心，好吃，鸡心好吃，好吃到要再补充是不是？我要再补充一个细节，我觉得他们的摊商啊，他刚刚要接过我的信用卡的时候，他还带了一个小小的鸭嘴钳。把我的信用卡夹过去，他不是直接用手，它就是变成你煮东西的手跟拿钱的手是分开的，厉害耶！热推推。来他们的中央市场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鱼糕饼，它的口味呢就是有红豆起司、辣椒、泡菜跟地瓜。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的内馅啊，比如说你点地瓜好了，地瓜外面就会包着一层厚厚的鱼糕，它看起来很像我们的可乐饼，有点像，尤其起司的这个超像可乐饼的。它刚热的时候还会牵丝，你看，现在还是很鲜的，外面就会裹上一层面包粉，跟可乐饼真的有点像。许先生吃的那个是起司口味，外观很像可乐饼，但一吃进去那个鱼浆的味道就出来了。它的鱼浆里面有混了一些蔬菜，像红萝卜跟青葱，所以吃下去真的跟吃鱼浆有点像。它跟我们台湾的鱼浆不太一样，我们台湾的鱼浆习惯把它打成很有 Q 劲的，他们的是软趴的鱼浆。对，这个气势不错。地瓜也好吃它中间是那种甜甜的地瓜味道，外面是咸咸的那个鱼浆的味道，所以它就吃起来会有一点咸甜的搭配。它的鱼浆味道不会很重，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鱼浆啊，可能那个海鲜味或者是咸味太重的话，就会抢过它里面内馅的味道。不过它搭配的刚刚好，它外面这个酥脆的面包粉太加分了，你热的吃它不会油腻，反而是那种酥脆的感觉。气死的可以给它一个马西手优一个大概韩币3500左右，我觉得地瓜跟起司的都可以给它一个机会，马西手优没有踩雷，好吃。阿庆嘛啊，可以穿那个。姐姐好贴心哦，姐姐直接跟他讲说旁边那边有围裙。哦，谢谢你的贴心。我们刚走到中央市场的巷弄里面，发现一个在地人，里面整间都是在地人的刀削面店。一走进来呢，他们的菜单真的很简约，就6样。姐姐刚刚拿菜单过来问我们，因为她发现我们是外国人，这里好像通常都是本地人在吃啊，她就走，我们就点了一个。基本上他讲了一大串，只有一个 kimbap 我听得懂的，我就说 OK。他跟我讲什么我就 OK， 然后就点了。OK。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点一个刀削面，再点一个饭卷，他还会附上一盘的小菜。这泡菜看起来超好吃的。你刚刚有偷吃饭卷的，是不是？他刚给我吃边边这个饭卷，这个最好吃的地方他给我吃掉。汤的刀削面呢，有分辣跟不辣。这目前看起来我们点辣的啦，感觉超好吃。它的汤是有一点点泡菜的辣味，然后因为它的汤是比较浓郁的，所以它喝进去啊，你会觉得很像在喝某一种高汤的感觉，很浓郁。这家的辣味是有一点辣喉咙的，我觉得很爽，非常爽。而且这个刀削面呢，不像面疙瘩那么硬，也不那么厚，它是面条再粗一些，非常有口感，吃起来短一短，扒着酱汁吃超对味，不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不会。它的高汤味很浓郁。如果你们吃没有那么重口味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吃看原味的饭卷，就是就正常的饭卷。饭卷是正常饭卷，但是就是一种很平稳的好吃，很平稳的好吃，家里妈妈包的那种，对，很平实的好吃。你如果吃腻了，就搭个泡菜吃。这一家真的属于非常家常味，市场的家常味，跟感觉是韩国妈妈自己都会煮出来的味道。刀削面我很大一碗，这个刀削面呢2个人吃一碗，我觉得比较刚好。如果你一人一碗，你大概这里市场就 over 了。土豆面包，这个土豆面包呢，是我来江宁之前就很多人跟我讲说，江宁的特产就是马铃薯，所以呢，中央市场这边有个必吃的东西就是土豆面包。这个土豆面包啊，它刚刚有点突破我的想象，我拿起来的时候，它外皮是脆的，里面是烫的，对，是烫的，而且它是面包，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它摸起来竟然表层有一层薄薄脆脆，里面又软软嫩嫩的，你知道捏起来就是这样。很妙，很妙。我看他的评论啊，很多人都说来这边路过吃一颗之后就受不了，直接买1箱回去。你知道刚刚结账的时候，其实我有在想说，77块台币好像有一点点贵哦。不过拿到的时候很扎实一颗，它是沉甸甸的剂量吧。口感跟我们那种台湾的韩国面包很像。如果你们有吃过85度 C 或者是其他面包店的韩国面包，你会知道它咬下去是那种类似麻糬，类似那种麻糬软软嫩嫩，但是它却有满满的那个马铃薯的味道。
而且它有个特色，你咬下去的时候啊，因为它是热的，它的空气会从你牙缝间这样子。好吃。你知道它的 DM 呢？我刚刚翻译了一下，店家的 DM 它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土豆加蜂蜜，只有在江陵享受得到的口味。我一看就觉得哇，这一定要吃起来啊！它整体真的是你在台湾没有吃过的面包口感，你们一定要来吃吃看，很特别。外酥里嫩，除了嫩以外，有一个 Q 弹感，Q 弹感之中又带着马铃薯的味道。你喜欢马铃薯的朋友，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颗。甜度又只在2-3分之间，这个是养生派的朋友也会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它有一点点咸咸的味道，就甜咸甜咸。韩国人真的很厉害，他们会把甜食做的就是甜咸甜咸，很好吃哎，很像年糕，它中间超像年糕的。这个当伴手礼非常推荐。没有喝咖啡会死亡的许先生，他决定来咖啡续命。我们刚刚出了市场之后啊，许先生去买了一个猛犸咖啡。这个咖啡太大了吧，它真的是猛犸哎，好夸张哦！而且许先生啊，自从上次来韩国之后啊，就爱上了那个桃子冰咖啡。真的，高雄的红茶冰啊，昂杯胖胖杯啦，你这个就是韩国版的胖胖杯啊。韩国的胖胖杯比较好喝。而且他们的咖啡好像都可以选你要低咖啡因或者是浓缩多一点的咖啡这样子。很爽哎，我要喝，感觉很赞。天哪，你知道现在大概32度左右，这杯喝下去好爽，好想你买的是大杯。对啊。你刚刚如果买小杯，我们一下就喝完了。这个好爽哦，有淡淡的咖啡味道，但是又有那个桃子冰茶果汁的味道。来买咖啡就买最大杯的。江陵赞。离开中央市场这一区，我一定还要再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大蒜乳酪面包。这个大蒜乳酪面包啊，是一间叫 Mandang 的面包店。这间 Mandang 的面包店呢，它在韩国，全韩国只有2家分店。一间在江陵这里，另外一个在延南洞。我在江陵这里竟然发现它了，这间一定要吃！你们自己看它的乳酪面包，大蒜乳酪面包，这么大一条。它刚刚拿起来的时候，里面那个乳酪酱已经全部挤出来了，大蒜乳酪酱直接喷发，香味喷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闻到它的大蒜味？是一个非常邪恶的食物，但是我觉得不够热。它不便宜，它大概100多块，可是因为它很大条。如果你们是3到4个人来的话，这一条一定要买。但如果你是2个人，像我们2个人的话，我就会建议说，你可能量力而为，因为你如果是面包控，你会很喜欢它，而且就会在今晚把它吃完。如果你是像许先生，另外一半是像许先生这样子不爱吃面包的，斟酌。他们的这个大蒜面包啊，跟我在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台湾吃的啊？里面那个乳酪酱会比较固态一点点，会比较厚重。他们家乳酪酱很屌，他们家的那个蒜味乳酪非常的厉害。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的外皮，它外皮有点脆脆的焦糖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整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第一口会非常的甜腻，以及蒜香，还有那个乳酪香，全部会在你口腔里面爆发出来。我第一个享受到的是它外面像这个焦糖的脆壳，中间呢，因为它的大蒜酱是液态的，它已经渗入到面包的每一个毛孔里面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啊，那个面包是软的，汁就从牙缝里面这样喷出来。乳酪酱是液态的，会整个充斥在你的口腔里面，好爽！这个太好吃了。我今天晚上应该不用吃饭了，我就把这一条吃完就好了。给你们看最后一眼，好肥啊！你们自己看，这个可以不吃吗？太开心了，这个一定要买。如果你是面包控来，一定要买。哇，天哪！我刚刚在中央市场买了年糕，终于有机会吃了，因为我们在等车，所以就先来吃刚刚买的年糕。在那里啊，其实我一开始翻译看不太懂它到底有什么口味。后来呢，我在 Google 上面查了之后，发现他们有原味、糙米的，还有我现在手上拿的艾草，另外一个绿色的好像是紫苏，反正它就是皮不一样，不过里面的内馅好像都是红豆的。所以如果你们来，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跟他买。这样子一颗非常扎实，它拿起来很重。我现在先来吃吃看艾草，因为艾草年糕呢是我在韩国我非常想要吃吃看的一个品项，好像是他们传统的食物，咸的。它那个青草味很浓郁哎，它的糯米不像我们台湾的那种年糕或者是麻糬，不是。你们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颗粒的，它像米粒一样，它是这样一颗一颗的，然后一入口呢，你里面都是那个草本的味道，咬下去你很像来了那个花园，我现在有嗡嗡嗡嗡嗡嗡那种感觉。里面的红豆啊，甜度非常不高，它大概2-3分甜而已，搭着外面这个有颗粒感的麻糬，它很像在吃一个咸食，又是一个咸甜的组合。不过它的口感，如果你是想象要吃比较甜感的麻糬或年糕，就不是你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口味台湾人接受度大概一半一半。晚上的住宿我们选择到江陵的正东京站，只需要从江陵车站搭1站就可以抵达，车程大概15分钟。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我们不是在自动售票机要买票嘛？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它不收国际的信用卡，所以如果是外国旅客来的话，你就直接到柜台去买票就好了。正东京站是全韩国距离大海最近的火车站，沿途可以看着蓝色海岸线，一出月台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海，非常的美。而且正东京站也是韩国非常知名的看日出胜地哦。正东京的海鲜也相当的有名，建议大家晚上也可以找一间海鲜餐
餐厅来用餐哦。刚小姐姐很迅速的就把她一车的东西全部放满我们的铁盘了。芝士玉米啊，这个应该是猪肉片、猪五花肉片，还有大量的豆芽菜跟一些杏鲍菇的蔬菜，跟这个还会跳舞的鲍鱼。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套装啊，很适合观光客，你不用花脑筋思考，它已经帮你全部叠好了。不过价钱呢，真的是不便宜。我们这样一个套餐是58000韩元，还没上菜前，噔噔噔噔噔，小菜就全部都来了。1、2、3、4、5、6， 6样小菜，一样有大蒜片、跟生菜、跟泡菜。它的那个海鲜感觉就非常新鲜。刚刚那个鲍鱼上桌的时候啊，还在跳舞。这个应该是类似冻炉的东西，它已经烤到肉都出来了，非常的新鲜的感觉。啊，小章鱼，有新鲜的，真的是新鲜的。我觉得这边的吃法一样，五花肉还是要包着生菜吃，比较不会那么油腻。吃韩国烤肉真的最享受的就是把所有的泡菜全部夹在一起，再加着生菜，还有肥肥的五花肉。你不觉得肉只要搭上他们的泡菜群呢，怎么搭怎么好吃？真滋滋的，来沾一下它铺的酱。呀，说实在的，他们海鲜真的很新鲜，汉堡肉好吃，好想有给他机会。意外的牛味很浓郁，我最喜欢这个组合，汉堡肉加上芝士玉米，刚夹起来这个鲍鱼，还在跳舞的鲍鱼，它的汤汁滴下来了，真的是不错。总之这间店呢，就是你在这边完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只有2个人的话，它的组合就很适合我们2个人自己来吃。对，海鲜也不踩雷，价位上面呢，我也觉得算 OK 啦，以观光地区的话是 OK 的。在这个暗明霜亮的早晨，我们即将出发去看日出，多么热血的活动啊！徐先生，我们从大学之后好像就没有曾经起来过看日出这个活动了。我已经36岁了，兄弟。而且我们2个现在大素颜，一个戴眼镜，然后一个是就根本没洗脸就先出门了，超爽的。哎呦，已经有一点点，是不是真的有那个颜色起来了？好像有哦。我们昨天还特地看了一下那个气象预报，他说正东京今天这边的日出时间是5点50，所以我们赶在5点10分的时候就赶快起来了。沙漏公园，对，要去沙漏公园。你知道它这个沙漏是一个1年的沙漏吗？啊，你说那个大盘子吗？对啊，它每年好像是1月10号还是1月1号会重新逆转一次，它这个是1年的沙漏。因为我们网络搜寻啊，好像大家都说去沙漏公园这边看日出是最漂亮的，而且沙漏公园离我们住的地方超级近的。哇哦，其实蛮漂亮的哎，你知道你现在虽然素颜，但是拍过去很漂亮。事情有点不妙，因为我们刚刚发现今天的云好像真的比较厚一点点，而且现在在下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越大越大，越来越大力耶！越大越大，越大越大力，意大利。我们的日出什么意思？我们早起起来的日出？不可能吧？我们这么早起要看正东京的日出？天，老天要这样对我们？谢谢。失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想要起来看日出，想要看正东京的日出。好难过，那边全部都是云，可能太阳已经这样浮起来在那里了。不过因为云层太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日出，太阳公公被遮住了。离开正东京之后，我们来到草堂豆腐村。江陵最知名的就是他们的嫩豆腐，因为他们的嫩豆腐都是用江陵当地的山泉水跟海盐制作，所以口感特别的细致又充满了香气。招牌必吃的就是他们的嫩豆腐锅跟嫩豆腐焗拉豆。我们这次选了一家从1930年营业至今的原主草堂嫩豆腐，里面的餐点非常简单，就只有嫩豆腐锅加嫩豆腐，1人份是15000韩元，还可以搭配他们自助台那边丰富的小菜。豆腐加泡菜，很单纯的美味。他们家的豆腐没有放任何调味料跟化学添加剂，单纯使用新鲜的大豆以及江陵东海岸海水作为卤水凝固而成。它里面呢，除了一些蘑菇之外啊，青葱、金针菇，还有一些粉条，韩国的那种粉条。它的豆腐很嫩，很好吃。汤底的话就是那种泡菜辣辣的汤底。整家店几乎都是韩国当地人，非常的道地。附近也有很多间嫩豆腐餐厅，不过每到假日就大排长龙，所以大家如果要用餐，建议避开用餐时段，才不会把旅程的时间都用来排队。刚刚许先生点了草莓口味了，其实它的口味还蛮多种的，有豆腐，最特别的就是豆腐口味啦，还有芒果啊，像它的草莓啊，跟巧克力。许先生点了一个色彩很缤纷的草莓，不过这个小小一个4000韩元呢。对啊。
虽然是小精致啊，而且你走在这个豆腐街上啊，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拿一个小扣啊，都是吃完豆腐锅之后就出来吃冰淇淋，甜度好像也还 OK 如果在这边正中午的时候来吃一个焗拉豆还不错。他们说他们的这个冰淇淋啊，好像都是嫩豆腐做的，没有那么奶，可是冰吃起来还是一样很细致。你们也可以就是看不同口味，我觉得蛮好吃的。这一次玩江陵啊，我们已经在事前预约了外国人计程车这个服务。它现在外国人计程车服务啊，就是你可以预约3小时的计程车，只要韩币3万元，每超过1小时呢，就是多付2万块。而且啊，现在大家要注意，江陵市目前已经不能当天预约了，所以你们最晚要在前一天晚上去它的网站上面预约。预约方式我也在这边截图给你们。预约景点的话，它最多就是3到4个景点，你不能再超过，每超过1个景点就要多付额外的韩元。因为江陵的那个景点比较分散一点点，蛮建议去预约它这个观光计程车的。你们进来啊，如果不知道资讯的话，旅游资讯的话，你们也可以在江陵站这边直接找过柜台就可以了，中文也可以通，非常的方便，超赞。我们刚刚搭观光计程车来了驻文津港，这个驻文津港呢，就是韩剧鬼怪最经典的场景了。你记不记得女主角鬼怪精信给女主角荞麦花朵的地方，就是这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边的海非常的蓝，而且这里的沙子是那种会出现在韩剧里面的那种白沙，细细的沙，细细的沙，真的好漂亮哦！牵手旋转。其实呢，网络上面大家都会说这边假日要排很多人。我们实际来，我们今天是礼拜6来，真的不需要等太久，我们大概2分钟就轮到我们拍照了。而且我们可以跟前后互助，你知道吗？你如果忘记带脚架没有关系，你就请后面的朋友直接帮你拍照就好，大家都很 friendly， 这里很棒。刚刚去完鬼怪的拍摄地之后啊，走到对面你就会看到焗拉豆，这个焗拉豆。豆腐焗拉豆是不是我们刚刚在豆腐村草堂豆腐村那边吃的焗拉豆？好像是，然后一模一样老朋友似曾相识但是这间的那个造型感觉非常的炫炮。我在地图上面看它是3号店，所以呢，如果你们来这边呢，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的话，这一间可以进去，因为它里面除了焗拉豆之外，还有甜点跟咖啡。我们今天呢就没有再吃焗拉豆，他直接点了一个美式咖啡，我点了一个甜甜圈。你知道我今天点的口味是什么吗？竟然是玉米。他们这边韩国啊，非常喜欢把玉米做成甜点。我们现在来的是3楼，3楼的景色真的超漂亮的，而且座位是这样子，面向海的无敌雅座，它是有那个阶梯状的，很像演艺厅，我们台湾的演艺厅这样子。坐在哪边都不会被挡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常的视野是这样子，这里真的很美而且他们的海啊，我觉得这一间焗拉豆的风景真的是无敌，大概是这一排里面风景最好的。地势高，而且看过去啊，整个看过去，海平面是直接在我们眼前，你看不到沙滩的地方了，超级美，有够美。因为我们的计程车呢，大概是下午3点半再回去那边去往下一个景点。不得不说一下，我觉得观光计程车的司机非常的专业，他刚刚直接下车前就用 Naver 翻译跟我们讲说3点半这里集合。接着呢，就带许先生直接下来告诉你说拍照 here 焗拉豆那里，直接告诉我们怎么走了，所以完全无障碍，很棒。你们如果有来观光计程车，一定要预约起来，非常的棒。我觉得它里面的内馅好像是玉米奶酪那种感觉，玉米奶油或玉米奶酪，上面还放了一个炙烧的玉米，超可爱的。不得不说，韩国的甜点真的做得很厉害，怎么看你都会觉得一定要点起来，会让人家很有食欲，又漂亮又好看。很像在吃甜点版的玉米浓汤，甜点版的玉米浓汤，超级酷。甜甜圈的面包体不算到太特别，或者是太不一样，它就跟市售那种甜甜圈吃起来一样。但里面内馅我蛮喜欢的，就酸酸甜甜的，又很像在吃玉米浓汤，很酷，要吃吃看。不管它食物好不好吃，这个景就是值得，就是漂亮。这一站我们来了安木海边，这个安木海边呢，又可以称为江陵的咖啡街，因为呢这一排海岸线看过去，全部都是咖啡厅，就是我们身后的这边，全部都是很漂亮的咖啡厅。然后这一面呢，就是他们的海水浴场。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你不论这一条路上选哪一间咖啡厅都一样，因为他们景色都一样漂亮，看过去全部都是大海，江陵大海。我很喜欢的是它的沙，它的沙是那种，你知道国小我们不是会收集一个瓶子吗？那种新沙，非常漂亮的新沙，颜色很美。它的沙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干净，保持得非常干净。我今天这样子江陵一日游下来啊，我觉得江陵有一点那种北海岸加东部再加垦丁的感觉，非常 chill， 非常 chill。如果呢你已经厌烦了韩国的市区，每次都去首尔逛街啊、买东西啊，你已经腻了，你就来江陵玩一趟，这里好放松哦。我觉得我有重新认识韩国，我觉得还不错。好，我们去海边走一走，然后等一下去找个咖啡厅喝一下。好。
我们挑了一间叫 AM 咖啡的，这一排真的有非常多咖啡厅。不过呢，我觉得景色看起来应该都差不多，都很漂亮。一进来我有小惊喜耶，它里面呢除了咖啡之外啊，它还有面包区跟蛋糕区。蛋糕我就挑了一个他们在地非常传统的口味，用 Google 翻译之后发现它是艾草红豆口味，上面还加了一个糖渍的这个栗子，糖渍的栗子。你不觉得来韩国就是要吃那种韩国在地的口味吗？里面呢，这里中间都是红豆馅。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红豆冰棒。鹅江林整个东海岸沿岸非常像我们的垦丁，然后是那个漂亮版的垦丁，因为海上超多人在玩那个水上活动，然后它海岸线又很长，沙滩又很绵密，我觉得很漂亮。我们刚刚沿路走过来啊，发现他们韩国在地人啊，假日都是带着游泳圈过来这里玩。你如果有小朋友，也很适合带他来这边放电。不过正中午的时候不要来，他们来的时间大概都是下午3、4点的时候，这时候比较凉一点点。人越来越多，今天刚好礼拜6。饮料跟甜点就是正常发挥，正常发挥。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每一间的设计啊，就是真的完全是让你面向整个大海，所以你就可以坐在这边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反正来安慕海边这边啊，不管怎么样，你挑一间咖啡厅走进去，chill的一下午，这样就过了，很赞很棒。好，吃蛋糕。我们在离开江陵之前呢，曲先生找了一间叫做乌蛙饭店的店。这间店呢，它的招牌好像是小章鱼烤肉，里面呢就是除了小章鱼之外，还会有烤五花肉，这个下去用它的感觉是辣酱去拌炒，看起来超级好吃的。而且刚刚小姐姐有教我们点锅饭，就是点他们的腐饭的吃法，就是先把饭挖起来之后，旁边是不是有锅巴？锅巴再倒它汤下去，那个锅巴汤呢，就是最后收尾的时候吃。可以清淡你嘴巴里面的口味。它除了我们今天点的小章鱼烤肉之外啊，它还有那个鱿鱼烤肉跟五花肉烤肉，所以你们就可以依你自己喜欢吃的口味。不过它的招牌就是小章鱼，它有打星星，小章鱼有打星星，有 mark 起来。而且它上桌的时候还给我们2颗荷包蛋，那个荷包蛋不是一般的用煎的哦，它是用铁盘。上来的时候边边已经变成焦黄色，看起来超好吃的。说实在的，你吃每一间他们的韩式餐厅啊，你都会觉得他们的小菜看起来就会加宽，很丰富，很丰富。刚刚除了小菜之外，姐姐还有跟我们讲，他们这里有 soup， 一打开之后是海带汤哎，他们生日必喝的海带汤，一喝下去，我觉得哦，那个高汤味超浓郁的，大家的吃整个很满足。天啊，他们的生菜拿起来之后，加上小章鱼跟一些豆芽菜之后，你不需要再加泡菜，我觉得直接吃这一口就很满足了。小章鱼好鲜哦，它那个小章鱼有生命力，你知道吗？我已经感受到它的触角现在扒在我头上，扒在我嘴巴里面的感觉。它的辣度有辣哦。它算是大概7、8分辣左右，它的辣酱非常提香，是属于会刺激你味蕾的那种辣，加上它的小章鱼，它的小章鱼真的不得了，非常新鲜。那这间的位置就在那个江陵火车站的正对面，所以走路非常快就到了。走路大概2分钟，我觉得大概2分钟左右就到了。里面除了小章鱼之外，还有一些五花肉，你也可以搭着吃。我觉得厉害的是它的酱经过那个铁锅煮之后啊，边缘辣酱会扒在边缘，变得有一点焦香的。你把那个酱抠起来之后，夹在生菜上面，特别好吃。那个香度啊，香死！哎，我的半熟蛋也太漂亮了吧！这半熟蛋也太漂亮了吧！我们这一口就是这样，一口辣小章鱼，一个半熟蛋，直接混着吃。好险有来吃这间我没吃到，我回去我会后悔。好，真的是马西手优。马西手优。来江陵最后的伴手礼，你们一定要来买这个咖啡面包。这个咖啡面包啊，据说是江陵这边的特色伴手礼。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它做成像咖啡豆的样子。江陵其实咖啡非常盛产，所以如果来这边啊，你们要跟大家讲说，我来过江陵，你就买这个咖啡面包给他们做一个伴手礼。它这后面呢都有做这种礼盒的，你要提回去也很方便。这可以上飞机吗？可以，它可以，因为它是咖啡的外皮，咖啡口味的外皮，再加上里面是红豆馅。哦，对，这个是可以带回去是没有问题的，常温保存也很 OK。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江陵2天1夜的小旅行。这次呢，除了带大家在江陵市区走走逛逛吃美食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去正东京看日出。虽然太阳公公不是很赏脸，不过没有关系，正东京那边的风景真的漂亮到极点。这次感谢江陵视听以及江陵观光开发公社的邀请，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个韩国的东海岸，好不好？感受到韩国人旅游避暑的圣地，我觉得非常的赞，非常的 chill， 让我对于韩国有一个不同的认知，我觉得很棒。如果你已经走腻了韩国首尔市区的那种逛街行程，我们就推荐江陵这个地方给你们，人文风景好，美食又多，这个地方真的是棒棒棒，好不好？对，下次再来。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喜欢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江陵超美的。
马西手哟。